我不要再去管这件事有没有价值了，我不要再去管这件事对于谁有没有帮助，我要不要去讨好谁。对，但我想要为了自己做一次。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床垫这件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如果想要一个好的人生，对，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床垫。我觉得我们现在睡的那个床，真心讲有点太软了。没错，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人类需要的床垫的软硬度也是不一样。以前年轻的时候睡我们现在睡的那张床，我都觉得 OK， 没什么感觉。没错没错。疫情的期间，对。因为没运动嘛，然后你那个脊椎肌肉的支撑就少了，对，自己的支撑就少了。对，我认真说，我那个时候开始感受到床垫对我来讲有多重要。我发现我再也不年轻，我不能够睡太软的床。某个程度上是感叹年华之老去。没错，但是真的一个适合你目前的状态的床垫，对你的整体人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阵子，我就一直搜寻床垫。我说真的，我有研究过好一阵子，然后我没有研究出一个所以然。没错，前几天德瑞克名床邀请我们去门市试躺，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什么？这个床哦，内件的好坏很重要。它是有学问的。像我们睡床垫不知道睡过多少个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就知道说，其实像有些床垫它为什么边边睡久了它就会塌掉，或者是你坐在床边那个床会整个垮掉，就是因为它可能没有床沿，那床沿没有边框，那这个就差很多了。包含你睡久了，它这个那个床就比较容易塌掉。很多东西是时间没有拉长，你是看不出来的啦。我觉得软硬适中现在对我来讲这是超级重要的。对，但这个事情很难，是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软硬适中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去躺过，所以你也必须要去躺过才知道。就我们那一天去躺，你喜欢的跟我喜欢的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你就热火嘛。对，我很不想承认，我喜欢的是最硬的那个，我很不想要接受我已经要开始躺热火的这个状态，但是殊不知躺那个热火我还觉得蛮不错的。后来你躺的那个是凉感的，凉感的我喜欢啊，凉感是次硬的。可是你知道躺下去它是有弹性的，对。然后那个门市的那个姐姐就说里面是有3倍独立筒，所以你会有一个弹性在的。对，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软中带硬能 Q 的感觉，这必须要自己去亲身去躺才知道哪一个比较适合你，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我决定我们就买那个我要凉感的，我不要热火的。好啊，确定我要凉感的。好啊，你不要阻止我，明天就去下定。这肯定要，我觉得一张好的床垫真是太难了，会让你的人生有很多程度的升级。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躺躺看，去躺躺看。我觉得自己去躺躺看是会最真实的，因为每个人躺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对啊，就你喜欢热火，我喜欢凉感。对，然后我们那天其实还有躺一个马毛的，还有躺一个比较软的，对，比较适合年轻人的。一方面觉得说，不要再说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躺这种？感叹年华之老去，不用再继续。你睡不好的原因，德瑞克都懂。睡不好，交给德瑞克。德瑞克全台北中南25间门市提供无压试躺空间，门市专业睡眠顾问协助您寻找最适合的商品。全馆床垫、枕头、寝具皆提供10天拆袋试睡，睡不习惯、睡不满意，100%退费。由软至硬，提供6款不同软硬度的床垫，根据每个人不同睡眠习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好床。德瑞克的床垫有15年的保固，给您安心售后服务。买床24期零利率，给您轻松买好床。活动时间8月1号到9月2号，去你的床垫枕头，德瑞克床垫枕头全品项9折。本期节目由德瑞克名床赞助播出。那你如何看待这个作品呢？有聊过吗？如何看待这个作品？稍微啦，但因为每一个媒体访问的都角度不大一样，有些人只想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嘛。客观的事实就是说啊，怎么想到这个的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下你的主观的认知。对啊，我们最喜欢听主观的认知，对，没有要听客观的。我说我们今天在来的路上就把我们3年前在这里在3楼录的那2集全部都听完。真假的？对啊，重听了，超害羞的，是重听一次，你自己不敢听吗？超不敢听的。但我后来好像有听一些，但我还是不敢听完。你知道，我就突然发现，你知道3年前那个时候，你刚好
对，刚好有提到你要上鬼才知道的前导，是中间有一段你有讲到这，对，然后想说哇，然后等到3年后你这部片才上，对啊，超久，我那个时候还在那边想说，好期待你的那个下一部剧情长片赶快出来，那时候还没开始写剧本，结果隔3年后，对啊，你那个时候讲了好多，你还记得你讲什么吗？大概记得了，大概记得。你觉得你这3年有改变吗？有哦，好多哦，真的哦。例如什么？你现在还会？我先问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听到一个，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很震惊，对，我今天听到的时候也很震惊。是什么？是你会去讨好别人这件事情，对不对？对，你还记得吧？对，我记得。你现在还是吗？现在还是，但是我觉得自从认知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开始试着去梳理这是怎么回事。对啊，那我觉得鬼才这个作品会出现，其实我就是在梳理这件事。OK， 对，这个故事就是在梳理这件事。有看懂？对，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超级差的人，然后到了一个好像你必须要表现你最好的一面才能值得被留下来的地方，该怎么办？对，所以某种程度上很像办自传。对，有对啊，结尾的时候有看到，有，我就觉得，对，因为写完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一点明白我前半辈子在干嘛，然后以后我打算怎么办。对，但是我觉得那个要做到这件事还是很困难啦，因为你毕竟是累积整个40年都在讨好别人的时候，那个习惯是不大可能一朝一夕改变的。对，但我觉得先认知到问题，然后开始练习，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对，有个开始。对。我有个问题，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对，这3年里面，你还拍了一支叫《行规》嘛？对，在这里拍，你是在这里拍的嘛？对，那个作品，你有觉得更贴近你自己吗？有啊。有的就是，如果那支作品没有拍的话，对，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好把《鬼才知道》拍完。对啊，OK，对啊，因为在我那之前，上一次的拍摄经验就是返校嘛。对啊，然后返校是一个我第一部长片，然后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也有很大阵仗，要对付很多那种我觉得完全超越产业天花板的事情，我觉得太辛苦，我也不知道那个辛苦是什么。对，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正在着火，但是你在火场里面。我懂。对，你已经烧起来了。对，你也烧起来，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正在火场里面。对，你不知道什么是火场。对，你不知道没有那个火场的概念。对，你不知道火原来会让你烧起来，那个东西不晓得。我懂。对，所以那个时候很可怕。我觉得结束之后就有一段时间超级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因为有行规这个案子的出现，我觉得才让我稍微拉回来一点，然后创作的乐趣。觉得它比较贴近我自己原本的样子啦。然后合作的伙伴从编剧开始到2个演员，在3个演员其实都是以前就认识了。对，所以很像是一个让我再找回一点点安全感的方式了的一个过程。对，你特别喜欢用以前曾经合作过的演员？比起说特别喜欢，不如说我就是怕生嘛。对啊，就是就是合作过的人，就是比较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嘛，就是你比较不用担心说别人会怎么想啊什么的，因为大家都熟了，这样对，会比较自在一点。所以到现在还这么怕生？就是没有，就是有一个怎么讲社交模式。OK， 然后那个社交模式就是你会知道说 ，OK， 我现在要切换到这个模式，所以对任何陌生人我都可以自在的谈话。但是那个东西是一个防卫机制。对，就是我会有一个官方模式，它会变成是一个 autopilot。然后那个东西结束之后回家，我就会开始大宕机。因为你知道这3年，你在处理这些，比如说到行规，然后行规完之后还在处理鬼才知道嘛。对，每次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都说你在地狱里面，永远在地狱，永远都在地狱。不管我们约烤肉还是约喝酒，打给他都说我现在在地狱里。我觉得就除了整个筹备过程，从写剧本啊，一直到前置到拍摄到剪接，那整个过程很辛苦之外，我觉得那时候我好像失去了某种休闲娱乐的动力。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做除了我当下该做的
责任内的工作之外以外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也没有办法让自己舒服一些，这样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这样有点可怕。对，我那一次录语音录1个小时，我走不动，都没有要来，因为我真的在剪到半夜啊，然后就一直说人家奇怪的干话，干话连发，然后超好笑的，真的超好笑。然后我就觉得看这好厉害，你为什么不来当编的？但是我还是得要剪，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其实很想去，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隔天要交，然后但是又很好笑。那你享受在这个过程里吗？哪个过程？不享受啊？你还是不享受？不享受啊！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跟我的个性是完全违背的了。我说拍电影这件事，对我的个性来说，这个工作实在是太矛盾。哦，怎么说？自己啦，怎么说？那这个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嘛？对不对？对。但是创作的过程对你来说就是矛盾。应该是说那个创作本身不是矛盾的，但是当这个创作牵扯到100个人的时候，就是矛盾的。牵扯到100个人跟几千万的时候，就是矛盾。对，因为很大，因为你不再是为你自己创作了。因为你终究，当你花了几千万，这几千万都不是你的时候，你不可能。然后有一大堆人是靠着这个工作在谋生的时候，你不可能只想着你自己。你一定是会想着说，我也没有办法真的违背我自己，就是它会变成是你要找一个方式，我会让我过得去我自己，但是我也让别人可以做得下去，我也不能够压榨别人，或者是让别人觉得说他们在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对，但我同时我也不能违背我自己，就是这件事超级矛盾，对，然后有这么多人，然后如果我今天我的个性是那种很暴君型的人，那也就算了，就是那种就是觉得随便管你们去死，就是我就是要这个。然后你们就是要听我的，因为我的创作很伟大。如果我是这种个性的人也就算了，问题是我不是。那也就是觉得我何德何能，我凭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我也不知道。目前业界有谁是比较像这样的？你很烂的，不好说。但就应该说，很烂。有些人会每次都要弄，对，每次都要这样。有些人会很享受这个过程。待会我们等一下私底下聊。有，而且你知道刚刚那个对话吗？3年前就有一次。对，你刚重复了，是不是？对，但是没有关系，我就觉得好厉害哦，怎么可以？就是可以的，就是我就是觉得我。尽管鬼才知道拍完，还是觉得我的个性好不适合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有导演这个工作啦，他需要一个很像 showman 性格的人，就是你要是一个喜欢在大家面前展现自己的人。那我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命运的路会推你走到这个位置呢？我也知道，你不觉得很妙吗？对啊。之前你本来就是什么，比如说退伍之后你就要去上班嘛，对不对？之前我们就有聊过啊，对啊。而且这么多人想当导演，然后还不见得有片可以拍，是不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别人会觉得我就是怎么讲，得了便宜还卖乖啦，希娜，对啊。你知道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两对希娜，所以我觉得年纪越大越希娜，更没有，我觉得年纪越大更确定，想要当希娜。对，这件事其实不错。对，这件事很重要，那你就当一个希娜导演就好了，就慢慢在接受这件事了。导演这件事多的啦，就是当希娜就好，不一定要当导演。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会想说，我明明就是个希娜，但是我想要去符合社会的期待。小时候都会想讨好大家，或者看可不可以获得一些掌声，或是就真正来了，掌声来了，不见得开心。那你还有变什么？你现在因为刚刚你说你讨好别人这件事情，你有好一点，可是发现你还是会讨好身边的人应该说就是我觉得那个最后一根稻草，应该就是在拍完《鬼才知道》之后吧。我觉得应该是更确定。因为我原本想说，我如果拍一部喜剧，然后这个东西跟我自己比较有关系，是我比较擅长的类型，那我可能就会比较不痛苦一点，这样。对，就会开心。没有比较不痛苦到爆炸这样。对，那当然，我觉得我自己相对于第一部作品来说，我是比较对鬼才知道，我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多遗憾。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阶段给出所有我能给的东西了。对，那但是这一份工作，就是当导演这份工作，我觉得好像我也可以没有遗憾的离开它了。这样，对，这是对我来讲比较大的改变了，就是我更确定，就是我可以不用靠这件事为生也没关系了。这样，所以这会是许汉强最后一部当导演的，我不晓得，但是长片吗？我不晓得，就这种话没有办法说死，但是就是我起码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我其实从今年开始，我就把我谋生的方式跟当导演这件事切开了。就是我不再靠当导演为生。对，就是我有去几家不同的影视公司当开发顾问啊，帮他们看一些案子。然后帮其他电影剪预告片。我觉得当我在服务别人的东西的时候，我蛮开心的。我可以不用在这个阶段想说，我马上要想我下一部片子要做什么，然后这个东西会关系到我的生计，关系到我的 career， 关系到我的职业，所以我必须要一步接着一步拍下去。对，我不想要过这样子的下半生，所以我觉得如果鬼才是我最后一部，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遗憾的。这样，对，这不是一件坏事，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坏事，是一个好像更认识自己的过程啊。但因为你刚刚一直在说这个过程很痛苦，我想理解的痛苦的部分是什么呢？我除了你要面对非常多的人，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超级高敏感族嘛，对啊，就是我本来就是遇到很多人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很多人的情绪。然后一个剧组里面有这么多人，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然后有自己在职业上面的职位上面的压力。对，然后他们有各自的责任，他们有他们的脆弱，他们有他们的包袱，或者是他们有他们的自尊。然后这些东西全部你想想看，就几十个人冲撞在一起的时候，对一个高敏感族来讲是多大的折磨。然后我又要在那个情况下，我要维持住我自己的创作路线。某种程度上，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让一部分的人不舒服，然后我要尽可能花费很大的力气去忽略这些不舒服，才有办法得到我要的东西。所以你是实际在指导的那个过程是让你不舒服？在片场我从来没有一天是舒服的。我每天去片场我都很想回家。在写剧本的时候呢？写剧本也是啊，写剧本很可怕。写剧本是一个，那写剧本不用看到人啊。对，但是那是一个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过程哦。就是你每次写想说，天哪，我在写什么？今天写超烂的，回去看昨天写，昨天也写超烂的。就这样一直改，然后改到最后写完了，然后给别人看，他们觉得很好，然后我想真的很好吗？我搞不清楚，我这个乱七八糟的这样，那个东西很矛盾啊。你其实搞不大清楚你自己做了什么事，然后在现场又是一团混乱这样。然后因为我觉得再加上我觉得那是华人文化的问题，就是华人超级害怕犯错。对，我们就是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就是你。每个人都害怕犯错这两个字，但是问题是，当你在拍摄现场的时候，其实什么叫犯错？比如东西忘了带，可能是犯错，但是你做的创意决定有什么对错吗？今天是很主观。对，但是我就发现现场几乎所有人都超级害怕，他们做的选择不是我要的，因为那件事就是错的。然后所以会导致很多人也不敢来跟我讨论说，觉得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比较好。当然有少数的伙伴，我觉得可以真正称之上是伙伴的人，是我们可以进行这种很平等的讨论。我很喜欢那个过程。我懂你的意思。对，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是，天哪，我好害怕把这个东西带给导演看，导演说不要，那他们就会觉得被否定。被否定的话就是错的。就会觉得搞砸了，然后就会觉得天哪，我是不是没做好？我觉得那个不是害怕犯错，是害怕被否定。就仅止于在那个害怕被否定。我们其实没有被否定的勇气啊。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好，譬如说我们说英文有一个词叫 debate 嘛。对，那或者是什么 critical thinking， 我们就是互相在讨论不同的价值观，是看有没有办法达成一个 mutual ground。这样那对。但在华人文化里面不是，华人文化里面是你只要跟你说不一样意见，我们就来吵架，这就是冲突。然后我们要避免冲突，因为我们不喜欢冲突，
我们不喜欢，意见不一样，意见不一样就会看谁的权力比较大，谁压过谁。然后比较没有自信的人就会觉得我的意见不应该被听到，我最好不要说话。对，然后你就想象一个明明应该是各司其职，大家把创意炸出来的一个创作环境，对，最后变成很多事情就是只有上面的人决定。譬如说，很多创意决定变成是他们就会跑来问我，什么东西大小事就是我决定，所以上面的人就会变得非常压力很大。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决定什么，因为有些事情我不一定是专业，导演永远不可能是全才嘛。对，就是你有说过，对，就是那就会变成说，如果独立思考的人这么少的话，那你就会更吃力。然后再加上我也知道他们的心情，所以就会更复杂。我觉得那个东西的互作用、相作用之后，就会形成一个死循环。所以现场人越多，我就会越觉得想回家。对，然后我要在那个场合里面装作我是一个全知的人，因为你知道大家都希望导演是眼神会投向你，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就要看关爱的眼神。对，然后但万一我也不知道我当下我该怎么办呢？我就要假装我自己知道我怎么办。对，上次有一个电视制作人，那个白叔啊，他就说他也常常被当成全知的人。哥斯达黎加英文怎么拼不知道啊。他说你硕士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对啊，有没有？就是哇塞，怎样就一定要全知，是不是？对啊，我觉得大家好像对这个职位有一些误解。对，那你在拍这部片的时候，有没有开心的时候？还是有。对啊，我觉得就杀青的时候最开心。对，因为没有杀青的时候，我直接跑去吐，因为太累了，真的已经精神已经到极限了。紧绷，就是喊杀青那一刻，然后大家欢呼的时候，我就跑去厕所吐。认真？对，到最后2天我已经站不起来，就是好折磨。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再做一次了。对，那真的会有职业伤害。对，而且那个职业伤害是隐形的。但当然还是有开心的时候了。对，我懂。对，就是那种我说跟你真的跟你觉得可以是伙伴的人在聊创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很开心。我问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寂寞还是孤独啊？寂寞跟孤独的差异是什么？我用我女儿的解释好不好？好，我女儿的解释是：孤独是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然后寂寞是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然后旁边很多人，但他们也要理你，他们没有要理你，对，那个叫寂寞。它是一个氛围，听起来好像比较像后者，因为很多人嘛。对啊，但是就是没有人要理你，不是没有人理我，其实大家都想要理你，但是就还是会觉得很孤单，就会觉得好像很多人，但我又是同时是一个人。其实我觉得那个以心理层面来说，应该是没有人理解你。对，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讲，还是有一些伙伴是理解的。对，那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些伙伴的在存在，我也没有办法拍完这部片。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对，你想要被理解吗？想要被理解吗？想啊，但可以不用那么多人，没关系。对，就是说，我觉得解释得清楚吗？解释什么？就你想要被理解，首先你要试着跟人家解释我在想什么。我会拼命的解释我会拼命的跟每一个人解释。那你有解释困难吗？还好。对，我觉得在表达这件事情上面相对没有什么障碍。真的？对啊，那比我好很多啊。对，但是很累。我语言障碍他会语言困难他会讲1-2句，然后就说我又没在听，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很生气也不是你听不懂，他很生气的是我为什么讲不出来。我说我可以懂你的那个心情，因为我们之前底下有一些就是计划或是什么，对，我解释不来然后也是所有的决定都一定是我决定，可是你不是想要创作自由吗？对吧？那你知道这份自由给你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怎么去驾驭它，所以就反过来问我说：“那这个，那你想怎么样？对，那这个，你想要什么风格？对，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在猜我喜欢什么，对，然后找一堆 reference 来给你看，这样。对啊，我说你找的 reference 都是我不要的啊。然后就会更困扰，不是？更困扰啊！不知道什么意思？那要什么？这样这个过程我就会很肮脏，所以我们现在到最后，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跟人接触，所以我们现在就宁可我们自己来。对啊，你就想象就是疯了。
对，你就想象就是这个过程要跟无数的人沟通这些，所以我就问你说，你觉得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孤独还是寂寞？大部分时间是寂寞，我觉得都是就是那个事情很尴尬，就是说明明就有这么多人在，但你又觉得你是一个人。对，但是你还好啊，你会就是你知道你会拼命的去解释，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 OK 啊。他对精神不 OK 啊，因为每次解释完一大堆好几次，然后你发现那个东西还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传达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回家揍人，回家揍墙壁这样。就是还是会有情绪啦，只是那个情绪，你就算在现场发出来也于事无补，因为大家只会觉得导演生气了，导演生气了。我觉得真的华人已经不喜欢冲突到了一个我宁可相愿不要处理任何问题，不要提出任何意见，也不要解决问题。对。你觉得内心是一头野兽吗？野兽吗？你请定义野兽是什么意思？就是 like an animal， like an animal。Who doesn't？ 对啊，不是吗？就是应该说这一句我们可以喝一杯，还好吧？这有什么好笑的？就你不懂我的默契哦，不懂。没有，我们今天在下午在聊天，在聊就是每一个人，然后后来聊，不知道聊什么东西，好像在聊蒙肉的事情嘛。对，然后我们就在聊。我忽然发现有个理论可以把人就是归类在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不同的象限。那这个差别就是在于你有没有把你的兽性显现出来，跟你有没有被道德框架框住。对，然后我就把所有的来宾都放在某个不同的地方。他画了5-6个象限，然后我就把没有画5-6个象限，就这有空我等我我的理论还没有完整，我只是随便乱讲，在下午在那边。而且我们在归类，然后突然发现说，哇，我们先把人归类完以后啊，就发现他们都做同样的职业。是啊，怎么后来发现就是同样 character 的人都后来都做类似的职业。对。然后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他原本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到中年以后会慢慢的想要往另外一个地方移。然后越能移动的是越勇敢的人。勇敢吗？对，我会定义他质疑他自己勇敢。好，那下一个他的眼神就知道。那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是个勇敢的人吗？上个问题还没听懂，就下个问题。对，你是一个有兽性的人吗？兽性就一样的，谁没有？对，但是就只是那个部分你要表现多少而已啊，你要伤害多少人？那你觉得你目前表现了多少，伤害了多少人？超多了，不可考。对，你光拍一部片，你就要伤害无数的人了。真的吗？对啊。为什么伤害谁？比如，因为你会伤害工作伙伴啊，你会让他们感觉到自我价值被贬损。如果你今天你真的要坚持到某种创作上的要求的话，你一定势必上会伤害到人。对，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那会不会做出来的东西，如果最后是非常棒的，观众也说很棒，他会不会也觉得很不错？他有可能会觉得很不错，但是那个伤害还是会留在我心里啊。就是所以是造成的伤害，所以是你被伤害了，不是我，不管是我被伤害或是我造成的伤害，都会留在我心里，就是他去不掉，他不会因为外在的成就而就觉得没事。所以其实你不想要伤害别人，我不想，没有人想要吧？对啊，但还是对啊，有可能不小心就还是伤害到人。不管小不小心，你就是伤害到人，就是伤害到人了。一部作品的成败或是什么的，没有办法当成这件事的借口吧？我觉得是。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对这个工作的怀疑也是来自于这部分，就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么伟大，就是电影没有伟大到你可以觉得你可以为了它凌驾于任何一个人之上，对，但即使知道这件事，你还是在做。那对于你来讲，电影是什么？以目前来讲，因为我相信没有，因为我相信在以前是电影吧，你当年一定会有对电影有莫名的有某一个想象嘛。那到现在来讲，当年觉得对你来讲，当年我觉得是当你是一个影迷或是一个观众的时候，电影是很美好的事情啊，它可以带你看到很多你平常不会体验到的事情，然后会让你感受到很多你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办法感受到的事情，然后透过那些事情，你或多或少会
左右你的价值观或是你感情上的道路。但是当你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啦，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代表所有人。对，但对我来说，就是对现在我来说，它就是矛盾的综合体。对，电影是矛盾的综合，是一个各种矛盾的综合体。它超级个人又超级不个人，它超级花钱，但是又要超级任性。大家指望你很做自己，但是你要做的自己又要符合大家的期待。不可以乱花钱。对，但你还是要任性。对，因为导演要知道自己干嘛，你要够任性，人家才会觉得你有才华。但这个对知所进退。对，但是那个任性又不能是违背社会价值的任性。我就觉得这一切到底是啥小？好了，我跟你讲，我判定它是有兽性的。对，我判定它的兽性的 percentage 是很高的，很高的。只是他一直在压抑他自己。对，但好像越来越没有办法压抑了。这样对，一头猛兽要冲出去，他就是内心要冲去哪里？对，他现在没有，他现在就我现在问，我现在问题，他的问题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冲去哪里，但是我就是想要冲出去，反正先离开再说。对啊，这个很有趣诶，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在某一个时间点可能都会有一种这一类的感觉跟想象。你知道，因为你知道前导，我才知道的前导啊，我在看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这件事情。什么事？就是你那个身体里面那头野兽想要冲出去的那种，你有感觉到，因为那时候看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哇，这个是完全，这太靠北了，对，就是一个靠北到一个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已经是另外一个现在市场上有的另外的东西，就觉得说人生理应要幽默的靠北，靠北的幽默，但你那个也太靠北了，愤怒比较多的，对，那时候怨念很强。3年前看到那个就觉得哇塞，这什么东西啊，真的是太酷了啊！不是，我是那个他来拍醒杯的时候看到那个前导的时候，我就怎么这么靠北？那你现在在拍这个是小小的靠北，对。但我看完鬼才知道整片的时候，就那天去看，我突然发现那个结局好温暖哦。但我上次看醒波也是这个感觉啊，就温暖吗？对啊，就是前面明明就是一个很嬉闹的一个片，然后看他后面，忽然来一下这样子，哇塞，忽然来一下，来一下哪样子？到底就是说不出来的那样，OK，就被弄一下这样子，就来一下。这次也是有一点这样子。你记不记得你要我想一下那是什么时候？我们有一次通讯息，对，然后我跟你说一句话，我就说我觉得对这个行程要结束，我有一个感想，对，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价值存在是没有价值的，对，最有价值的存在是音容宛在，对，然后就被我偷走了。对，那时候就跟你说我要偷去鬼才知道，对。但是你跟我讲的那一句话，就是你觉得人不能够用生命去换那些虚无的成绩，这句话我其实感触很深真的，就你偷走了我一句，我也偷走你一句，不偷，对。其实你那句话我感触也很深，在这个我们行测结束之后，然后一直到我们走到今天，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对于追求流量这件事情，我没有兴趣，完全的没有兴趣，我永远都会回到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对，所以我这一次回头去看我们当初在录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改变，的原因是在这里，就是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过程，然后即便我到最后，我说真的，即便我到最后这个我追求不到很高很高的流量，那又怎样？应该说，就算你追求到很高的流量，你还是不会开心啊。那又怎么样？对啊，说真的，我也不真的不见得很开心，我不知道，到时候可能会更痛苦也说不定，也有可能。对啊，说真的，可是我就常常讲说，我说我不想要去看那个东西。对，我现在以现阶段来说，我只想要去记得我当初结束行测对的那个心理状态。我想要将我接下来职场生涯的能量，发挥在哪里？我能够拥有的时间不多，对，我想要在哪里发挥？对，很棒，超棒，真的。所以我说那个鬼才知道，我觉得你说结局啊，对啊，有让我感觉到这件事啊。对，应该说那个结局，其实因为我们整个写作过程大概2年多嘛，然后
头一年就整整一年都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个题材这么有感触。因为我们中间其实发展情节前面卡关了一段时间，然后是到我终于我跟大家说可以暂停一下，让我好好想一下，到底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题材这么感触那么深，才想到那个结局。对，就是因为那个故事尾巴就是同学跟他刚出世的侄女、侄女，我忘侄女，然后说你不用成为一个特别的孩子也没关系，对啊，因为他爸爸生前的时候告诉他你是一个特别的孩子，对，对他来讲，那爸爸可能只是想要鼓励他，对，但是那句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变成他一个一辈子的诅咒，万一我不够特别怎么办？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突然想到结尾得要是这样解，对，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我想要表现是个温暖呢？是个什么？我也搞不大清楚。就是总之那个情绪先来了，我就先写了。然后我记得是整个剧本完成之后，我给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就是行规的编剧，陈宏任，就给他看了这个结局，然后他就只跟我说了一句话，然后说你会写这句话。不是你想要告诉别人，是你很希望很早有人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这样告诉你吧。然后我就痛哭流涕，昨天就哭到爆，超可怕。是啊，对啊，但是就因为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啊，大家都告诉你说啊，你要加油啊，以后就靠你啦，什么。对啊，你以后会很棒的啊，就是一定会很好的啊，就是这个东西一定会什么什么改变什么啊，对，你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啊，你一定是特别的啊，就真的觉得算了，我现在跟你讲，我不管你平庸的，再来，完了，太棒了，我们今天就是要 diss 他，对啊，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只是想要听到有人这样跟我讲。对，就是你不用变成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你存在这件事情就很了不起了，做你自己能做的，做你喜欢的。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啦，但就是你光是存在这件事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对啊，你不需要再靠什么别的事情来证明你的存在了。我觉得对我来讲，那是鬼才知道写到后面才明白的一个心情吧，我觉得没有办法靠这部片就去解决这种就是整个世代被关注、被流量、被想要被观看、被认可的这种焦虑，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啦。没有办法，对，我们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我们不是什么宗教领袖，我们也不是什么。但我们你知道我们快要变宗教频道了。开玩笑，先撤，我们现在在聊天，我们本来变宗教频道了。对啊，就是你没办法解决这种问题嘛，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这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对，不可逆的事情，不可逆。但是我觉得到头来，我觉得《鬼才知道》这部片，我希望大家在前面开心的笑一笑，闹一闹，渐渐的靠北一些事情之后，尾巴是可以抱抱有同样困扰的人说没关系的，对，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件事，因为我发现我周遭好多朋友都在经历一模一样的焦虑跟倦怠。我跟你说，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在经历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难去告诉任何一个人说。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很难，不可能啊！对啊，比如说，可能每次我都听到人家跟我说，那你就是想太多了，你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我就想，都很想揍这些人，就是我跟你这么简单就好。我前一阵子我常常在跟他讲一件事情，就说这个时代啊，已经需要心法而不是方法了。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练心理的肌肉啊。任何一个人去告诉你，你要怎样，对啊。都是方法，都是方法，对，那个都不是自己的解决之道，对啊，所以才会鬼才知道嘛，对啊，真的是，对嘛，真的是鬼才知道，鬼才知道，鬼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对啊，知道，所以我就说，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要练的是心法，你要怎么让你自己不要一直去追逐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再也没有准则了，没有，对，完全没有准则，对啊。而且你什么时候追逐，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自己正在追逐？这些都是一个环节又一个环节的问题耶。对啊，你觉得你没有，其实你正在。对啊，对啊。我有一天我记得我晚上不知道喝完酒，我就在脸书上面写说，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看见。
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我有一阵子忽然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看到，因为一直在看社群的关系。对，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说，但小偷不想啊。想要赚钱也是想要被看见，那赚了钱之后就可以透过别的方式被看见。对，要洗白或者什么东西。对，这个欲望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去想说，到底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看见，或是说有些人躲起来，对，他其实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有一天会被大家发现。OK， 对，OK，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是这样，是或者去泡别人，也是为了想要让自己被看见。对，各式各样各种存在感，对各种需求。或者有些人，你就算他已经躲在那种深山里面，然后过了他自己的生活，他其实某一种程度上，他也是未来想要被看见的人。他并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就不代表你没有想要被看见。对。然后我正在想说，那到底为什么我们想要被看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很明确的认可我们自己啊。对啊，我觉得终究我们想得到的就只是认同而已。就是我们想要确定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或是有价值的人，我活着是有用的。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是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独特的。或者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因为那才是我嘛。我如果跟大家都一样，那就不是我了嘛。所以我很想要告诉大家，我跟你不一样。对，其实就是很害怕我的存在没有意义啊。对啊，最终恐惧的事情是这个。对，我们其实，在写鬼才存在没有意义。存在对，其实我们在写鬼才的过程当中，看了一些比较硬一点的书啦。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重看学习佛斯的神话，卡缪那个，对，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们活着，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无意义的事情，为什么不去死？这真的是大哉问，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但当然他整个书到最后，他经过各种辩证，他有了某种结论。是那个结论也是我们在鬼才知道后面的整个高潮戏的时候用的价值观了。对，就是说 ，OK， 其实到某一刻，你一定会发现你在做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然后你去取得任何人的认可，你想办法去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好，名声也好，或是金钱也好，或是你尊敬的人的认可，你爱的人的认可也好，这些事终究是不会让你满足了。你终究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超没意义的。但是这个之后怎么办？对，重点是这个之后怎么办？对，因为你要么就是去死，对吧？就是对，因为就探究到后面的对，当你意义丧失之后，有一个路线就是你就是去死，虚无到一个极致的。对，另外一种路线就是卡缪说的，就是那你就是继续推石头，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再去想推石头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像沙特讲的吧，对，存在先于先于本质，对啊，那或者是像我讲的嘛，最有意义的存在就因人万在，对，就是所以就是到头来变成说，当你这个意义瓦解之后，你反而可以更专注在做这件事本身了。就是你不会再思考说我推这个石头是为了什么。对，你会去感受每一次推石头的重量，你会去感受你每一次身体上的疲劳，你可以更专注在那个当下了。对我来讲，鬼才知道后面的高潮戏有点像是这样，就是他们5个人决定要豁出一切的再乱下一通，然后乱下一通，对，然后已经没有在看了，然后也没有结果了，他们也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成，他们也不管了，他们也不在乎自己会不会消失了。对。但是某种程度上，那才是你真正活着的瞬间所以鬼才知道，其实是一个在讨论存在为什么要存在的。是啊，它是，只是我们想办法让它用一个超级简单的方式，不要掉书袋的方式，把这个概念用感情表达出来。对，没错，用一个接着一个的梗去，对，就是。喜剧又是特别好处理这件事的方式，就是因为你不会让大家觉得太想睡觉，对，太好像有人要来教书了，对，比如说想要说教的，对，就这件事情说教不好玩了，对，你直接做一次比较好玩。你告诉人家说推石头的意义是什么，不如直接推一次给人家看了，对，就但我觉得从戏里戏外，我们都很像在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我们遇过好多的人都会有一种叫做这个冒牌者症候群，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啊，
我也是啊，对啊，我完全理解这件事但我就在想说，怎么来的吗？对，这冒牌者到底怎么来的？对我来讲，现在这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尤其是社群时代，你完全都是靠别人的认知来理解自己。那别人的认知一直在变。你看，就是网友今天捧你，明天把你拉下神坛，今天觉得你是怎样，明天觉得是怎样。那你今天言上，明天又怎样，又洗白，然后再言上，再洗白，这样就是这个无限循环，真的会让你自己的价值观错乱。你会搞不大清楚。那所以我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我到底是个应该存在这个社会上的人，还是我应该被取消淘汰？对，我应该被淘汰，我应该消失，还是关起来？我应该关起来，我应该去死，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站出来。对，这件事每天都在变。对，那当然每天都在变的时候，你就会搞不清楚我到底是真货还是假货。但是什么是真货，什么是假货，也变得很模糊。所以与其说是冒牌者真货选，不如说你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冒牌者了，再也不知道什么叫真货了。对。那我觉得，就算你今天只是作为一个网友、一个观众，在下面留言的人、按赞的人也好，你也会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了。现在再也不是那种就是有一个主流的媒体可以告诉你绝对可以相信什么的时代了。现在是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但每个人的声音都不值得采纳的时代。对，已经分众到这种程度。我一直想到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有社群媒体，可他从不玩社群媒体。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voice 很恐怖吗？”对，但他是一个很靠北的超靠北内容啊，因为其实照理说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个 voice。他说：“你不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voice 很恐怖吗？”那个讲法差不多就是像你不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票，感觉很可怕吗？差不多这种概念，超级政治不正确，但是我觉得听起来超好笑的，超级好笑的。然后我最近他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耳边。OK， 他超级政治不正确。我觉得我也不是觉得希望有一个很权威性的声音来告诉我们该相信什么啦。对，当然，我觉得那个就是时代注定会走到这一步。对，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叫主流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叫主流，再也没有了。对，然后现在是分众市场的年代了。对，分众是一回事，分的乱七八糟，但众是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什么众。每个人都想的都不一样。有啊，300也是一个众。OK， 但是就算这300人也会有分。对，就是这已经是一个，而且你完全无法描绘那300个，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而且你知道吗？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哦。对，这个时代，你去说这个时代没有独立思考，你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啊，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众？怎么说呢？我觉得有这么多众是一回事，有没有独立思考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复制贴上。对，或许。对，可是那个复制贴上，大家解读意思又都不一样。当然。对，你知道我今天早上睡不着觉，我就在想一件事。半夜3点，不是半夜加 no, 早上5点，早上5点。哦，你在想什么事？他今天跟我讲，我觉得超离谱的。OK， 你再讲一次。就绝大部分的人呢，比较容易接受虚伪，对，比较难接受什么是真实。真实不好看。真实不好看，太丑陋了，太丑陋。然后当你真的踏入那个真实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他居然是这样的人，然后就想说什么是居然？因为你先把那个人想象成是某种，或者是你相信了那样子的人设嘛？可是你为什么会相信那样子的人设？是因为你觉得那样子是美好的，所以你做不到。或者是因为你知道我都觉得说这个整个的社群媒体，我们是一个追求流量的一个时代，对，或你有很多的偶像，你喜欢谁，或是等等之类，或者看到什么东西，所有的一切，我觉得整个社会是最大的一个投射场，是啊，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投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正在投射，这件事情才是让我觉得最恐怖的。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时代最容易接受的东西，其实是虚伪的。但怎么说呢？我也不会说那个东西叫虚伪，比较像是说，大家想要理解的是一个更好懂的东西。那个好懂的，那个所谓的面具，它不全然是假的，它依然是我们的一部分，只是大家只想看到某一部分。这个部分底下的东西，
可能不见得想理解。可是你知道，我有看过很多人啊，他为了要保有那一部分，非常用力是啊，超级无敌用力，是。可是他其实以真实来说是后面那一部分两部分指的虚伪是这个了。对啊，虚伪的是这个就是有点像他否定他的某一个面向。是啊，而且他大部分的面向可能都是在讲冰山嘛，露出来的都是冰山的上面，因为大家只想看那个了，其实是大部分。对啊，大家只想看那个东西。对啊，但当然，我觉得我有看过一个说法是，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就像你刚刚那个问题嘛，你说觉得每个人都心里面都有一个是不是都有一个野兽，就是都有一个兽性。对，Who doesn't？ 对，那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把那一个兽性发出来的话，这世界会变得可怕。是，对，也有过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理论上是，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去接受每个人的兽性？对，但你不觉得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在兽性把兽性拿出来了吗？因为对啊，你不可能永远长。现在你社群媒体打开，我每天都在看谁在咬谁，对，每天都在咬来咬去的，每天呢，每一天。所以大家最不想觉得这件事是最危险，但其实大家现在是最真实的在做这件事。是。我刚刚在想的是说，会不会是以前是一个中心化的年代，会有威权的时代，所以如果威权告诉你说你很特别，你就会觉得哇，我真的对，就是很特别。你被某个主流肯定的话，就是绝对的特别。对。那现在因为去中心化了，没有主流的权威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真的是特别的。对，这时候你被迫要回来去面对你自己，说啊，那我到底觉得我特不特别？对啊。我如果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的话，我好像就焦虑。对。然后我如果真的肯定我自己的话，但是我在世俗上又没有取得任何的成绩的时候，对，那我是不是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对，只是打手枪，或者是只是像自慰一样的，就是感觉自己很厉害，但其实根本没有人觉得你厉害。那个东西也会失衡。对啊，所以我们就处在这种到底我应该要喜欢我自己。我应该要持平的看待我自己，那持平又是怎么持平的？怎么去真正的义无反顾的对自己做出肯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困难。我觉得做不到了，我基本上做不到。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它是一个空集合啦，就这个问题是个空集合。就是你不大可能真的找到一个方法是让人家觉得你很好，然后你自己又感觉良好，然后这件事可以永恒的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丢掉一块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丢掉那一块就是别人觉得你好或不好。对啊，所以我觉得那就是鬼才知道想要讲的事情啊。对啊，就是说鬼才知道没有讲一件事，就是别人觉得你好或不好一点都不重要，因为觉得那些觉得的人都不会来参加你的丧礼啊。有算是有提到这件事，应该说我们换了一种方式来讲这件事了，就是说，当你今天你可以不在意别人，再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的时候，你才能够专注在自己身上，你才能真的想想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个整个故事的尾声，这个高潮戏这一部分，就有点像是同学在经历这个历程了。就整个故事像同学在经历一个，我从默默无名到我被肯定了，但是这个被肯定很像是一个伴随着代价的，然后像放烟火一样，像是一个虚名一样，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的，然后突然之间好评坏评跟着来了，然后大家突然把你当一回事了，突然大家又不把你当一回事了，然后这东西变得很空，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个人价值的时候，最后你看到你的伙伴愿意抛下他们的个人价值的时候，你愿意做出最后的面对自己，到底我现在想要做什么？我不要再去管这件事有没有价值了，我不要再去管这件事对于谁有没有帮助，我要不要去讨好谁？对，但我想要为了自己做一次。哇塞！刚讲这一段话，我完全觉得这就是许鞍强的自传啊。那就对啊，我觉得这。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来，就是就是人生走到现在，在你的心里头，有没有一个你相信而且无法撼动的信仰？我不是指宗教啊。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意思。
我有够没有这种东西的，我有够没有这种东西的，对，就是我好像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我整个前半辈子都是唯一的所谓的信仰，就是你开心我就开心，这样，但是连这个东西都在瓦解中，对，我现在比较像是在想，如果今天没有别人，那我到底想干嘛？我到底想怎么样？对，但我现在不知道，但就是我懂你的意思。对，所以会不会是讲说其实你相信的就是你不相信任何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办法这么武断的定义这件事，比较像是说，应该是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意义。对，我是一个对于本质主义抱持怀疑的人。对，我不相信每个人出生就一定有他的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事情，我不相信这种事情，越来越不相信。我不相信才华，因为我觉得人类没有才华，只有际遇，就是你会累积什么东西，都是因为你的条件或是你人生中经历了什么事情，造就你变成现在的你。你会什么，你不会什么，那个叫才华。但那个才华是从际遇累积起来的，就是对那个东西你老实说你也算不来。对，你可以透过砸钱学东西啊，然后爸妈逼你做什么东西，得到一些怎么讲 push 一些助力。但是你会不会真的因此累积成什么技能，那件事情也说不准。所以我不相信绝对的才华，我也不相信，不相信是可以讲100件。对，应该是我觉得我好像越来越倾向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件事情的。对，就是只有越来越就是只有这一刻存在的事情是真的。但是这个之前发生的事跟这个之后发生的事之间有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我现在是我是不那么认为的。对，就是我觉得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你今天你觉得我到我的人生巅峰了，然后我再来会做很多事，突然下一刻你出去外面被车子撞死，这事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对啊，那你要怎么解读这个人的意义啊？天妒英才，像片中的马可多这样的天妒，对天妒，这个是外面给的啊。对啊，但是就是我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定义所有的人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是可以用一个因果关系串起来的。我懂，我知道你的纠结点是什么。对，没有纠结啦，就只是我现在是这么认定的。对，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是一个点而已，只是你选择从这个点跳到下一个点去，但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连成一条线。对，哇，对啊，我其实刚刚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汉强跟3年前的汉强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真的。什么不一样啦？他想要知道什么不一样，你赶快讲啦！一直讲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没有，我刚刚一直在试图感觉那个不一样到底是什么。他想知道，我觉得汉强尽力了啊。我们2个喝酒，听他要讲什么？是什么？我想一下，我要怎么形容？因为你知道我的词汇很少。这个节目最有趣的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很没有礼貌的给来宾做什么媒批这样子。超没礼貌，其实超没礼貌。但对汉强我还好。那你赶快说，你要讲什么？没有，我就觉得说汉强是一个他尽力的想要让他自己活得很扎实。我觉得他尽力的想要让他自己活得很扎实，用力的人生，很用力。可是所有的人呢，都把他推向那个很虚无的那个面向。那什么意思？别人说你很有才华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它就会是一种诅咒。那我不理解那是什么意思，对吧？所以我就说，你其实是一个，你想要自己感受到那个事情，对，因为你就是才想要相信嘛。对，你是踩在地上的人，可是所有的人都把你知道打飞起来这样。就很多事情都是压制化水，都是硬干才勉强让他看起来可以看这个。对，就是从来不是什么才华的问题啊，就是刚刚我就在想他其实有点，他可能有一点真的，就是他明明就在陆地上骑着摩托车，没事叫我去天上开战斗机，的那种概念，就是硬被推上去开战斗。但这个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对才华是怎么定义？我跟你说，那个不是我对才华怎么定义，
或你对才华怎么定义，其他人对才华怎么定义，而是他现在就没有认知到他自己的才华嘛。那所有人的定义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意思啊。对了，就没有什么意思。那倒是。可有没有意义？没有，就没意思，就听不懂。就我觉得，对，怎么讲？因为你自己体验过那个过程有多硬撑，所以你会知道那好像不是什么才不才华的问题，那就是大家用血汗跟肝堆起来的。对啊，所以我就说嘛，我刚刚有没有讲说，我说他是很努力的让他活得很实际，就是走在那个实线上，所以所有人把他打到那个虚线上面去啊。对他来讲，就是所有的掌声都是虚的。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不是只是我这样啦，我就觉得所有的现在的那种，像我们刚刚聊到的那种造神啊，擅自造神，然后擅自把人拉下神坛这种事情，很无聊啦，蛮无聊的。我觉得这件事超无聊的，对，就是不如大家好好把事情做好吧，这样，对，这件事比较重要，这样，你在意的是这个事情，对啊，对吧？对吧？对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 fundamentally 啊，就是你觉得或是你相信，你是一个特别的小孩吗？你现在活到已经变成特别的中年大叔了。就是我觉得就像鬼才知道提到的啦，就是就像刚刚讲到才华或者是特别这件事，我都觉得那从来就不是一个应该被拿出来大声疾呼的事情。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特别，什么是才华这件事的定义有100种，然后你要说因为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对，这种话就是跟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是好啊。那谢谢你这样告诉我，那就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每个人都不是特别的。那所以什么到底什么是特别的？就那何必说？那就不要再说什么东西是特别的了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说何必说？对啊，就是这是根本不需要。就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话，那他就不特别了。对啊，那你何必把特别这件事拿出来讲呢？对，我就觉得会强调说这件事有多特别，或者这件事多有才华，这件事有多独一无二，这件事有多该被当成神看待的任何人事物都很可疑。对，因为可以，你想要相信，像你刚刚讲，就是想相信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对，那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一切苦难，这样对。然后等到有一天背叛了你自己擅自的想象之后，你再把这个人拉下神坛啊，你背叛你的人设。什么什么的，对，那就我们常看到这个，对啊，就那何必呢？那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我们上次采访你是2021，现在2020还是21哦，然后现在是2024，对不对 ？At this moment， 这个是你的口头禅。At this moment， 你相信什么？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我觉得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我们以为有因果关系的事情，都是随机发生的。所有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所有过去您做过的事情，它都是特定存在的事情。这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你也没有办法去思考过去怎么样，因为它都不会影响这一刻跟你下一刻会遇到的事情。对，我现在只相信这个。那你相信你的在这个人世间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不相信。对，就我觉得努力跟你有没有价值是两回事。你根本不要去想你有没有价值啊，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学习佛斯，只要不要再想我为什么要推石头，你就可以继续推石头。那你还是会愿意继续推吗？换个方式推咯。如果我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想要再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势必得用某种形式推石头嘛。那讲白话一点，就是我还是得要赚钱嘛，我还是得要付房租，我还是得要吃饭，我还是得要睡觉。那这些东西都还是会存在。你怎么样让自己在不要每天都想着寻死的情况下继续活着，我觉得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对啊。我很想问你，折磨自己最核心的点是什么？我觉得就跟我前半辈子的人生是断裂的这件事有关吧。对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刚说我前半辈子都很像是在满足各种期待，很像是我是一个反射体，就是有谁出现在这个镜子前面，我就做什么样子给你看，然后让你觉得
开心了，但这个人离开以后，我就会失控的，就是我会觉得，那我现在干嘛？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了，然后我没有目的了，我没有到了啦。对，反射体也有分材质，它并不是那一面最亮的镜子，它不过就是一张锡箔纸。不一定，说不定他不知道什么意思，说不定他锡箔纸会皱皱的啊，反射出来的东西有限，说不定他是砂纸，完全无法反射，完全没有砂纸无法反射，完全不想反射的。没有，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反射体，只是说本身的主体是什么材质。我现在就是不晓得，所以我觉得还在摸索的过程中。你是锡箔纸还是宣纸还是砂纸？宣纸可以反射吗？我就问。没有啊，不行啊，没有，任何东西都可以反射，只是反射的程度。谢喽，越粗糙，谢喽，真的谢喽。物理学的角度，越粗糙的反射越差。我真的觉得谢喽。但问题是你想要成为说他是锡箔纸就已经很过分的了。那你想要成为一个光滑的人，还是一个粗糙的人啊？没有，暂时不是很想反射任何东西了啦。啊，所以你目前是砂纸。我应该说目前想要搞清楚这是什么材质了啊？对，是什么都好，但就是想要搞清楚什么材质。对，从零开始学这样。哇，退这么后面？对啊，因为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啊，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我觉得我都在满足所谓的观众，观众不是指的是电影观众，是人生中任何阶段的观众。对，而且我是从好小的时候，从幼稚园开始就来做这件事了。对，好可怕。那我理解了。对啊，那你才是那个最怕犯错的人吗？是啊，所以我才会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啊，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大家都害怕。对，然后我会很想办法说告诉他们说，你不用担心犯错，因为没有什么对跟错，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什么。但是这件事太难被撼动，怎么讲？就是你自己经历过那件事，像我从小到大，我就是每次比如考试考完了，成绩很好，我感觉到的都不是喜悦，我感觉到的都是还好我没搞砸。我觉得那个内心最终极的恐惧是对害怕犯错。对啊，所以我才刚刚会觉得那个东西叫犯错了。这个事情很有趣。对，我觉得我有一阵子也是这个状态。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做这个事情有这个，譬如说最佳解，对，然后没有找到最佳解，然后我没有找到，那可能是我的问题，然后没有用最好的方式去应对这件事情。这我有一阵子，我小时候有一阵子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什么 fear of better option。对，就总觉得有更好的的选择。别惊啦，那个就是心里面的肌肉还没锻炼好。对啊，还没锻炼好就算了啊。我是从来没锻炼过那部分的，所以不晓得啊。他们一家都没锻会啊。对啊，那就是前面半辈子都是这样混过来的，所以我也不晓得，我再也不晓得那是什么，所以现在有点在从零开始学。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我就死定了。所谓死定了，是真的会死。对，因为我也觉得我有感觉到，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子用这个方式在面对任何人的话，我会物理上的死掉。对。你知道高敏人是什么呢？高敏人是他的天线太长，然后关不起来。对啊，然后要把它收短，就是有困难。对啊，它是固定的，它收不起来。对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天线。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真的很痛苦，所以他必须要回来处理他内在的机制。对，所以他需要回来锻炼他内在的肌肉是对的啦。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对你自己有期许吗？什么样的期许？哪方面？任何。就你觉得你是一个给你自己期许很高的人，还是你是觉得你就是期许很简单就好了？应该是说，我好像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没有什么，我没有办法去期待什么，它会有什么好的成果或什么的，我就只能够确保事情不要出差错。对，我是都是。那你为什么这么想要？不要出差错，不是某个程度上也是期许你是一个，不管这个动力的来源是什么。我常常在理解说，为什么你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很好奇，对。然后我只是在想的是说，我自己的感觉是，每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动力的来源，那个动力来源才会支撑你走比较久。那不管是我们怕犯错，或是想要达到一个好的成绩，或者我根本不在乎成绩，我只是在乎这个过程，它都有一个背后动力的来源。那我想问你的是，你觉得你
背后动力的来源，譬如说我再怎么样我都不可以犯错，这个动力的来源是什么？我觉得原本的我比较像是，就很像是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够辜负别人的期待。对，就是如果今天他们给我什么机会，然后这个机会很难得，就像你刚刚讲说，如果今天你要当一个电影导演，你要拍长片，但有人愿意投资你几千万，有监制愿意看中你，那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会有相对应的代价，所以我也很害怕让他们觉得，就也很像鬼才知道里面的台词嘛，就是跟凯撒里说，我是不是让你很失望？那个东西是我前半辈子每天都在问的事情，我也知道那样问你会得到的。你也不会得到什么真正的慰藉，就算他们说我很满意，或是你很棒了什么，我好像也都不会觉得开心一点什么的。对，那我觉得现在的我比较像是说我不想要再有什么期许了，对人生也好，对创作也好，我觉得我不想要再带着任何要去满足什么人或是满足什么期望的方式来继续进行，所以我刚才说，就是如果因为这样子，这会是我的最后一部片，我也没有关系。对，我觉得我想要讲的话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真的对人生的期许，大概就是想办法赚点钱，然后愿意让我自己活下去，这样。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像，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任性的本质，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我没有任性的本钱，但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回归到本质，它就没有本钱的问题。那是啊，对啊，因为就本钱的问题只是沉没成本的问题，对啊，因为你前面已经花了太多力气在处理相反的事情，对，对啊。那如果真的要讲到本钱的问题的话，还是回到本质的问题，就是因为说的那个心里面的对啊，就像我肌肉，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对我来讲 ，motivation 才是人类活下去最重要的事情。那我跟你讲，现在到底谁不想任性？对啊，到底谁不想任性？每一个人都想任性，对吧？所以他说，你刚问他说你有没有兽性，他回你说 Who doesn't？ Yeah， 真的。但我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是画一个表嘛，就是兽性它的另外一面就是会有一个道德框架嘛，那每一个人都有兽性，那每个人都有道德框架，那就是看这个拉扯的比例，然后剩下多少，那你表现出来多少，对，那你表现完之后。你很有可能目前在这个象限，你过一阵子想要去到另外一个象限，很努力的，去到另外一个象限。没有，你那个关键点是胆子啊，关键点是胆量啦。但是我觉得总是胆子，每一个人的胆子大，胆子小那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本钱，它也是本钱，但那个可能是本钱。但是 motivation 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它是那个 initially 你最原始的那个出发点，就你为什么遇到这件事情你是这样处理的，然后你为什么遇到这件事情你是这样处理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这一辈子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为什么？就回到很本质的问题是，会不会是其实你本质上就是某一样子的人，还是其实你根本你的兽性只是你的想象，还是你目前符合道德的框架，其实它也只是一个你根本就 don't give a shit 的东西。好，对我来讲比较像是说。我不会用 motivation 这个字来形容，对啊，但是就是所谓的 don't give a shit 比较像是，我觉得我前半辈子，其实我觉得我骨子里是一个一直都很愤世嫉俗的人，就是我有感觉，我充满了愤怒，然后我各种，我有很多跟全儒家的一起，对，我有很多的怨念，像鬼才一样，我有很多的怨念，那其实我就是废，对，但是你要在原本的这一个我前半辈子所处的这一个社会结构里面来讲，你要活着，你必须要满足某一种大家期待的样子，你才有办法生存，我发现这一个东西越来越让我感觉到痛苦，它是个枷锁，对，它是个枷锁，它是一个，就你知道这个东西越压就会爆开来之后就越大，对，一定，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到了这个岁数才开始觉得，我不想要再假装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对，就像你刚刚讲的虚伪或什么的，就是对啊，就你就承认你是个屁孩吧，对，
对啊。然后我发现我开始越来越不大在意怎么讲，就是我好像要在谁面前要表现出一个得体的样子这件事情了。对啊，因为跟我很熟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我私底下其实超屁的。为什么不？得体的英文是 dirty 啊。哦，对啊，对啊，就得体的英文什么时候是 dirty？ 你告诉我，等一下，不要我的解释不行哦。这是什么鬼 ？dirty 啊，所以其实你是个 dirty。谁能得体吗？我就问。谁 dirty 了？对呀。Who doesn't？ 对啊，我们这一节的标题就是 Who doesn't？ 对啊，所以就你们有看过那个皮克斯的动画那个灵魂急转弯 Soul？哦，看过还没，我们小孩都去看了，对，我们两个还没。那据说很好，我要爆雷吗？你爆啊！你爆。因为它里面在讲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就刚好可以回应你刚才说的那个 motivation 这件事情嘛。因为他一直在讲说，每一个死掉的灵魂需要找到自己的 purpose，才能够转世投胎。OK， 它里面这样讲这么深哦。对。哇塞，我以为这是给小朋友看。No， 那是一个给成人看的故事啊。他救命了。他有很多花俏的东西，然后吸引小朋友的注意，但是那是一个充满中年危机的片。So deep。我觉得同学看到哭对，因为真的很动人啊。我觉得那的确是一个可以完美的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的一个象征，也是我相信的事情了。因为整个故事里面那个主角是两个人，对，然后一个是一个他本来一心一意想要当音乐家，但他一辈子都是音乐老师，他觉得他想要有一天他可以到爵士酒吧跟他最喜欢的爵士乐团 jam。对，他是一个学钢琴的音乐老师。OK， 然后他有一天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对，就是可以跟这个乐团合作。那天他死了，所以他超级想要回到阳间去完成这场表演。OK， 但是阴间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带一个超级没有 purpose 的灵魂，帮他找到他的 purpose，我们就愿意让你回去阳间复活，是这样的故事。对，所以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在试着寻找人生的 purpose 这个的旅程，但是就很有趣的转折，就是在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就是那一个本来一直找不到 purpose 的人，他因为他第一次到人间去，所以他开始感觉到人间的很多很有趣的、很细微的、小小的美好。很美好的瞬间，比如说天气也好，音乐也好，食物也好，都很新奇。对，都很新奇，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空的灵魂。这样，主角从那个时候才明白，就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在寻找的是 purpose，但其实我们在寻找的是 spark。purpose 很像是一个我要去那边，所以我为了去那边，我要进行某种努力，我要找到某种 motivation 去完成这个努力。但是因为主角的确就是中间经历了一些历程，然后他甚至用了一些下三滥的手法，就是让这个灵魂好像找到他的 purpose， 然后终于可以回到阳间，他做那个表演，然后觉得超空虚的。对，然后才明白由于我要追寻的是 purpose， 他那时候才回想起就是那个他带的那个灵魂跟他在阳间就是经历的那一些点点滴滴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很细微的小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每个都是一个 spark， 所以他才明白，就是原来我以为我在寻找的是 purpose， 但是其实每个人在寻找的都是 spark。对啊，我忽然想到，我这个跟那个梁亚哲在那边聊一件很小很美的事。对啊，就是这种事啊。那我觉得《鬼才知道》也是这样的片子啦，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在追寻的是生存，就是你要被看到，你才能够继续活下来。但是到最后，他们其实找到的是某种很难被言喻的 spark。对，哇，就是那一刻，所以马可多才会说中了。所以你有找到你的 spark？ 你有找到？没有，我才开始。你在刚开始。OK， 所以你过去都没有 spark。我过去都在寻找所谓的 purpose 就是满足别人。对啊，让别人觉得。所以你寻找太久了。对啊，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弹性疲乏了。然后对啊，无功而返。对，就是你得到再多什么，你都还是觉得很空虚啊。然后所以现在决定回来寻找 spark， 就是到底我想干嘛？我不知道。这可以，对啊。好了，这个好。好了，你炸开有理啦。炸开可以，炸开有理。可以。OK，
OK 的。我跟你说，我最有 spark 的时候是在修我们家顶楼漏水的时候。这些靠腰是都有 spark。就他在漏水的当下，我去研究，为什么漏水 ？OK， 水要怎么样可以排得掉 ？OK， 然后你要用什么东西可以让这个水跟你的楼板可以隔绝 ？OK， 它本身是非常有 spark 的东西，就是你在研究的每一个当下，可以啊。如果你的当下很开心，那就是我超开心的，对啊，就是 spark。然后施工的过程超痛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我做完之后，然后就没漏了嘛，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把它 po 到这个Facebook 上面，对，然后就有人来找我说，我爸妈家顶楼漏，要帮我再修一下。然后后来说啊，我不要，因为我只对我们家的楼板有爱啊，我没有办法再做一次，只有对你家楼板有 spark。对，我没有办法，对，我就是做完顶楼之后要找你们来烤肉啊。对然后我做完那个顶楼，我就决定我这辈子不要再做防水这个工程。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我觉得我们当时他活在地狱里面，但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 spark 里面。恭喜喽，谢喽。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有时候阶段不一样啦，就是你会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去领略到不一样的事情。像我看到汉强，因为汉强小我们几岁嘛，没有几岁啊，就还是小几岁，还是小几岁。然后他3年来小多少？3年1981跟1979是有差很多的，2岁，小我们一点点啦。那我觉得3年来我看到他的状态跟我们现在回去看我们当年的状态，我靠，那个完全又是我自己看，我看你都还好，我看我自己都觉得，那就是我不敢看原因，因为实在太害羞了。就当年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间都是一个状态，但我觉得在烦恼的事情很像，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有提过，就是被观看这件事的焦虑。对，我觉得主轴都不会变，对。它可能是变得是你的心境已经不一样，所以你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主轴。可是你现在好一点怎么说？比起那个时候，我感觉好一点。你那个时候是闷着的，是闷着的。那个时候就完全处在一个意义丧失的状态。对啊，非常丧了，就很像是一个炸开来要重新开始的时候。对，因为当时是有一点觉得，就是可能你一辈子都是某个宗教的教徒，有一天发现神不存在的那种挫折。对，现在是接受了神不存在。OK， 当年是因为这个信仰忽然被对，有一点就是当你信仰那时候信仰的东西叫电影嘛，对，就是说电影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然后你的东西可以在大荧幕上播，然后大家就很感动或者什么的，很多人来看，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是，但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就会很可怕。对，就很像信仰丧失了。那你现在对我刚刚的问题就是，那你现在怎么看电影？其实在问你的也是同一件事。现在怎么看电影？就是变为观众，就是我不再对这件事抱着它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对啊，那你想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 ，OK， 那是你的选择。那我喜不喜欢是我的选择。那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好坏，那只有我喜欢不喜欢的问题。那你做怎么样就不干我的事。可以，这样。就是我决定那个3年后再问你同样一个问题，不晓得，鬼才知道。对，鬼才知道。对啊，我觉得同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然后隔3年问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很有就在拍那个什么 Boyhood 纪录片时代，年少时代，对啊，这个很有趣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阶段面对同一个问题，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对啊，然后这个答案不是正确答案，那个答案就是我当下的态可以反映出来的答案。对，我也不相信什么正确答案了。对。但我觉得其实你如果勇敢的把你当下的情绪表达出来的话，然后你再回头去看你当年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那个事情是很有趣的，是因为你会感受到你跟当年的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也没有办法说没有到完全不好，没有好不好，对，但就是不一样。那个不一样的优微之处，就是很有趣跟很细致跟很丰富的东西。我很少在。就是我一直是从小到大很关注自己的人。我先讲，我是一个坏学生，想变好的人。就是有点羡慕了。他今天在讲说你是一头野兽吗？我就说
我没有是人的过程，就我是人的过程是现在，我觉得我趋近于人一点，不然其实我以前到现在我就是一个很野放的人，是非常野放的人。可是我要讲的东西是说，我今天早上想的一件事情是，无论如何解构自己的过程，都是为了要建立自己的信仰。我觉得人有信仰这件事情是异常的重要。为什么？如果你做的这件事情说的这句话，你连你自己都不相信，那到底有什么意思？我问你，活着有什么意义？都没有意义。对啊，超没有意义的。然后你现在在做的任何一切，那对我来说都是虚伪的。就我就看到很多是这样的状态。可是如果你有建立足够坚固的那个信仰，它是很难被动摇的。OK， 这么说，这个是我今天我已经用你知道毕生为什么不睡觉能用的词汇用上，让我早上发点脑袋里面跑的画面。那我形容一下我最近脑袋在跑的画面。就我今天下午在想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人啊，就像神格上讲，就是你嘣掉到这个世界来，你必然有一个你身处的环境，然后去决定你到底是野兽多一点，还是你的道德多一些。但是呢，你内心总会有一种你所向往的地方，那个向往其实是证明你自己存在的一个的原因。然后我最好奇的点不是你原本掉在什么地方，我最好奇的点是你掉在哪里，然后你想去哪里。对。同时问你们两个，那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掉在哪里吗？你们能够形容你们掉的那个环境吗？我大概可以了，就是其实我刚刚都讲过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一直都在他人的世界里，他人的世界，我没有自己，你没有自己啊？对，我一直都在他人跟我自己是处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这里待着好无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处在我太知道怎么去平衡这一切。OK。然后这一切又可以在这个世俗上换得某一些肯定，然后我觉得超无聊的。因为它本身这个平衡带给我一点乐趣都没有，所以我接下来后来30岁以后，我开始追求就是我不要平衡了，我要任性一点，我要变成野兽一点。虽然但我就算我再怎么想要变成野兽，我还是很有道德的。OK。所以我还是会把自己拉回来。我只是往那个方向去，我自己本身就觉得还蛮开心的。我要讲的时候，我就落在非洲啊。对，你就是原本是一头野兽，我就落在那个地方，然后你这样看尽这个世界所有的厮杀，然后你都觉得那些东西习以为常就每天旁边的人都在流血。对，这个就是谁咬谁，谁咬谁。你会很习惯，就是这个就是叫食物链，就是长那个样子。然后我就走，走到这个都市来，心里想说，这个都市怎么长这样？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象的。对，怎么大家都这么有礼貌？文明。但我觉得，但我觉得在内心深处，你也有想要往有礼貌这边靠拢啊。因为我已经走到那儿了，我要适应这个都市嘛。我已经走到这个城市了，我要适应这个城市啊。你是从丛林出来？我是从对啊，沙漠里来的啊。对啊，可是说真的，我回到原点，我还是那头野兽啊。对，我只是试着去适应这个城市里面有礼貌这件事。可是回到原点，我还是那头野兽啊。对，所以我回到原点还是一个小绵羊。那你回到原点是什么？不知道啊，还在研究。对，到底是看着办吧。对，看着办。你要不要试着就是研究一下？你要不要来这个丛林找我？把你来我这边当绵羊，就先不要拉拢我，去任何地方。我这边这么极端，是不是？对，这个我先探索一下。对。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Discovery。没有 In the end 徐汉强到底会来丛林找我呢？还是变成跟你一样绵羊呢？也可能哪里都不去啊，鬼才知道嘛。鬼才知道，这这个真的是鬼才知道。对啊，对，怎么有可能？我管鬼知不知道，我他妈现在想知道。喝酒。